大家好，我是令芝。这周要来讲一些关于我在当地叫计程车发生的一些各式各样好的不好的各种好笑的事情。我出发前，代办跟我说，到处都有枪劫案，什么有的没有的，尤其是马尼拉。另外也有很多人叫计程车啦被抢什么的。我当时的想象就是人人都有枪，然后路上会枪战，计程车转身会抢我钱，或者是就是随便喊价。代办先把我吓成一个惊弓之鸟后，再叫我们出门。其实代办他这样就是吓唬我们是对，真的会降低出事率。所以我被吓到买了一个旅行的贴身小肚子腰包，但是后面发现老是要当众露肚子，所以就是你就会想说，好，那我慢慢的观察，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第一周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出门过，我每天是女生厕所陪我的那种感觉。直到我观察了一周之后，我觉得确实很多人有枪，还有扫描的检测门。上计程车我也会非常小心，毕竟我当时想象是假，上车前100，下车的时候1000。但是这一切的幻想其实第一周都没什么发生，我一颗心一直悬着，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直接问学校的晚上的警卫，我说：“你们每个人想要有枪就可以有枪吗？”他就说没有，只有政府的官员跟特定的职业，而且要有考试、有证照才可以有枪。我听完之后，我整个悬着的心整个大解放，我们就知道自己不会轻易的被乱枪射散，开始跟计程车司机喊价、开杠啊，我们也敢随便拦车。所以我这次要分享的是我们其中几次比较有趣的计程车的事，用日本人杀价。那天我们从 SMO 回家，有一个高大的男子走过来说我们要去哪里，我要去麻婆罗路，他说300，所以我就看了他一眼说拜，太贵了。然后他一直追着戴安娜，然后戴安娜这时候用 Grab 在叫车，Grab 就是当地的比较 OK 的一个叫车的软体，通常会比较贵，但里面的司机都会认证过，所以很长时候就是你去那边你就会下 Grab。那个时候叫车的价钱是168元，这男的一直缠着我们说300，我们当时有7个人，所以要叫2台车，他就一直喊300，然后我正在想说是不是要鸟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200。他就说他不要，我想说分2车也差不多这个价钱。这时候戴安娜就出手帮我说，就算是 Grab 也才168，200啦。OK， 他降价200了，我就跟他说我要看你的车，指着旁边那台车，那台车是 Block 是当地比较大台的车，而且可以容纳比较多的人，大概可以超过8个人左右的车子。戴安娜在司机的右侧，也就是他坐副驾。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想说，Grab 是168，他收200，我们就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杀到价，成2车90的这种概念，就是180。我会觉得已经不会那么容易被抢，已经不是那么觉得他们不安全了。你明天也会来 SMO 载客人吗？价钱也是一样的嘛？如果我们明天也叫你来载我们的话，有折扣吗？戴安娜忽然好像心领神会，知道我想要干嘛。他说他明天不一定会来，为什么你都不给我们折扣？我们很穷戴安娜就说我们都穷到要吃零食度日。我想说哇，这招卖惨。他就说你们真好，还有零食可以吃，我连零食都不能吃，我没有钱买零食。我想说哇塞，超强的回避技术我想说好，那跳过这一趴。然后你会载女朋友回家吗？如果你女朋友来这里，你会载她吗？ If my girlfriend, I will for free。戴安娜就说：“那你女朋友什么类型的？是不是大内内？”他就很笑得很开心。戴安娜就问他说：“你有交过几个女朋友？”他说3个。你同时交3个哦？同时。他就很慌乱，他似乎必须得解释他是个好男人。然后他就说没有，是不同时期交的，因为我们就是不时还会就是打他这样子。你喜欢什么类型？他说美女，如果是美女他都会给折扣。然后我就想说哇，美女就会给折扣，我们怎么样也有7个人吧。我说那我们车上的女生，我们7个女生有没有美女？ No。 你说都没有美女，你死定了。你好失礼哦。那我们车上有日本、韩国、台湾的女生，你喜欢哪一个国家的女生？你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女生才是美女？ I like Japanese, it's beautiful。 我们有2个日本女生在你后面她们很漂亮对吧？那你要不要给我们1人折20块啊？他马上改口说 No discount。 就问他说，所以你觉得车上的日本女生不是美女吗？他就快被我们搞疯，他就说我就说如果你给我们折扣，明天可以再来接我们啊。
快到学校了，我就问他说：“那你有要给我们折扣吗？”他就说没有，然后把我们赶下去，他快受不了我们了，还把他的电话给我们，说之后可以就是去接我们出去，只要打电话给他就好。我说不要啦，你太贵了，而且你也不给我们半点折扣。然后我们大家就笑疯下车。其实我会这样子重大原因，除了他不给折扣，我们不想再叫他之外，就是我们没有电话号码。菲律宾人其实不相信给予折扣对于下一次的交易有益这件事情。可是其实我当时还是会想说，就是他们看起来蛮天真善良的上班都在唱歌，怎么会这么不相信口头约定嘛？于是我就是比较天真浪漫吧，我就再做了一次实验。这周的星期天，我们从 SNC 在某家，那个时候也发生一件，我们玩到比较晚，然后那里又离学校比较远，我们去的时候花了90块还是100多块，反正就是也不贵。我们一路玩到晚上，我们就开始叫车，就有一台车呼的停下来，林北去倒。我就说马坡罗路，他说500，我就说拜，他态度就是超凶狠的说500呀，没车啦，你们以为还会有车吗？就跟我上车，上我的车，最好是没车，听你在讲干话。虽然他开的价钱500可以一人100，可是我们有5个人，而且在当地一台车最多只能载4个人，所以我就问他说：“那我们有5个人，你愿意接受吗？”他说不行，你们还要再叫一台车。然后我就跟他说拜，这样子有1个人是落单的，很危险。我就跟他说哦 ，you just go， 我宁愿走路回家，我也不要给你载。然后戴安娜超紧张的，因为他就是一副我真的好像会走路回家，他还是不移开车子，他就远远的对我们叫嚣说没有人要载我们的啦，赶快上他的车吧。他也不移开，边抽烟边调侃我们。在路上有一个非常好心的保全，他是专门指挥交通，就有点看不下去，他就跑过来跟我讲说：“那我帮你们叫车可以吗？怎么样？”就那个人一直不走，因为我们就是一团就是盘那底下他当然要想办法 check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时候保全找到一个愿意带我们回去，而且5个一起载，只收我们250的司机，至少金额上面跟Grab是差不多的。上车之后跟司机聊了一下天之后，发现司机人不错，并没有趁着夜晚然后很难叫车就趁乱打劫，所以我决定对这个司机实行我想要做的社会性实验。我说我周6要坐飞机，你愿意早上7点来载我吗？他就很有兴趣的说：“哦，周6吗？”我说：“对啊，早上在这边，然后跟过去稍微再往前开一点点的学校，大概再往前开5公尺吧。”可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没有电话号码，所以你要自己到门口接我，我会给你比 Grab 更高的价钱。他很认真的答应，而且还在行事历上面写上我的名字跟早上7点半。然后他很认真的说：“哦，那就是星期6的早上7点半哦，那我再跟你确定一次。”然后我还认真的付上了定金，好像100。司机非常郑重的收下了我的定金，还有记录我的名字跟时间，什么时候来接我等等的情况，然后准备要那一天早上的时候来接我。其他同车的朋友还有同学知道我做这件事之后，都告诉我说一定要跟他们讲最后结果怎么样，司机到底有没有来载我这样子。结果就是我下周才要跟你讲。大家好，我是林子，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下次再跟你说啦啦啦啦啦。